只要汉字魂不灭，给我玉！100年前，天道已变，热武器法则失效，文明体运成为唯一的超凡力量。西方靠魔法吟唱，樱花国靠炎灵咒术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新世界肆意瓜分领土。唯独我华夏遭遇焚书好剑，5000年文脉断层，世人只知汉字之形，却忘汉字之神。不会组词，不懂诗词，更不知何为圣人。今日便是华夏国运的终局之战。只要汉字魂不灭，给我玉！还在负隅顽抗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汉字？没有失魂柱，不过是空壳罢。结束了，老东西，密住雪女之叹息。这不可能，无过文字，怎会如此脆弱？列祖列宗在上，子孙不孝啊！哇！看到了吗？5000年的历史，笑话，连个像样的句子都凑不齐。只会写单字的野蛮人也配占人脉？华夏国，下一场要是还没人赶上，这万里河山，我大樱花帝国就笑纳了。下一个谁上？我不去，那是送死！连王秋水都被秒杀，我上去有什么用？我们输定了，投降吧，顾老！你亡我华夏，我泱泱大国，竟无一人敢战。吵死了！那就我来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杂役，苏晨。你疯了吗？你就是一个扫地的杂役，平日里除了喝酒就是睡觉，你懂什么叫文道对抗？你上去输了，扣除的是国运，到时候大家都要陪葬。哦，那让你去。我，既然不敢上，就别挡道，滚开！等等，小伙子，虽然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底气，但华夏的脊梁现在交给你了，活着回来。5000年文脉断绝，汉字无神，这帮数典忘祖的家伙，竟把几句不入流的牌句当成神力。今日必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盛唐气象，什么叫诗仙风骨。哦，上帝呀！华夏国是放弃治疗了吗？他们居然派出了一个扫地的，甚至还是个酒鬼！杂役，喂，你是来这上面打扫卫生的吗？还是想用你那一身酒气熏死我的式神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让个酒鬼上去丢人现眼，顾老糊涂啊！哪怕空着没人上，也不该让这种人上去受辱啊！笑够了吗？对付你何须备战？我赶时间，酒还没喝够呢。把你那边的什么式神鬼怪，别藏着掖着，全叫出来吧！不知死活的疯子，既然你想死，哼，我就成全，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大樱花帝国的荣光。出来吧，暴风血魔！
出来吧，碾碎他！完了，这种级别的怪物连军队都挡不住，那个酒鬼怎么可能？风雪太大，有点冷了，那就生个火吧。火！这就是你的反击？你是想给我的血魔点烟吗？还是想用这火给自己取暖？这就是华夏的文道，简直就是华天下之大忌！别玩了，杀了！谁告诉你这是凡火？日照香炉。生子烟。这是什么？那边的魔法波动，为什么会有太阳的热度？紫色的烟，这不是烟！这是……好烫！这就受不了了，有点热是吧？那给你加点水，凉快凉快。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。やめてください！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加油！加油！一定要赢啊！凡人之躯，引动天象，这是神的语言吗？华夏诗词岂是尔等蛮夷可懂？有趣，那个华夏人用的不是普通的文字召唤，而是一种高阶的意境具象化。他毁了佐藤，这不公平！那个紫焰根本不符合常理。那是佐藤太蠢，冰雪遇到高温等离子体，自然会瞬间气化。华夏人只是运气好，碰巧用出了一个高温咒，又碰巧克制了冰系吧。但在真正的元素掌控者面前，这种把戏不过是烟花。初次见面，东方的戏法师。哟，换了个玩杂耍的，这根棍子倒是挺亮。无知，文明的底蕴在于对元素的绝对掌控。你们那贫瘠的文字，如何理解魔法的奥义？花里胡哨，要打就快点，我酒快没了。狂妄！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S 级禁咒的恐怖，感受火神的愤怒吧！禁咒，天宇流星！是实体陨石，这是物理毁灭，这根本不是人力能挡的。苏晨，快跑！是实体陨石，这是物理毁灭，
这根本不是人力能挡的。苏晨，快跑！完了，这怎么挡？这是天灾啊！又是我。火气太重，容易伤肝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分流到，不复回。苏晨，苏晨，苏晨，不可能，我法是无敌的，这是你逼我的！有无之血，献祭圣灵！出来吧，战神阿瑞斯！这就是神明的威压吗？仅仅是直视投影，心脉就受创至此，这根本不是凡人能抗衡的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，在神明面前，你的诗词只是儿戏。跪下！神，在我们华夏，神是用来杀的。满堂花醉3000客。挡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只是花瓣啊！为什么能挡住神的一击？一剑霜寒，十死咒。一剑霜寒14州，这就是我华夏的剑道啊！苏晨，失仙，失仙！华夏5000年，你们以为只有这些？这才刚开始呢。哦，太棒了！你这个骗子啊！诸位，这就是个骗局！你们是？哦，太棒了！你这个骗子啊！诸位，这就是个骗局！这场比赛不算，华夏在作弊。刚才他念的那首所谓的诗，经过我们药国历史研究院刚才3分钟的紧急考证，其韵律结构、平仄发音完全抄袭了我们药国古籍《宇宙起源考》中的古调。更重要的是，历史铁证如山，李白根本不是华夏人，他是流落到大唐的半岛人。这首《将进酒》是我们大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苏晨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文化剽窃，是强盗行径！我操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李白是你们的，你怎么不说孔子也是你们的？怎么不说宇宙大爆炸也是你们村口放鞭炮炸出来的？
虽然那个老头在胡说八道，但如果能恶心一下华夏人，我不介意治治他。你说李白是你们的？思密达，这就是铁证。我们已经向万界擂台组委会提交了仲裁申请。按照规则，如果有文化归属争议，必须进行同源对决。苏晨，如果你不敢接受挑战，就证明你心虚。下一场我们就比拼音律。如果你们能用所谓的华夏乐章赢过我们耀国传承1000年的国乐，我就承认你们没有剽窃。无耻下流！这是激将法。姚正熙是高级职业摄魂乐师，最擅长精神攻击和音波杀人。苏晨，别答应他，这是陷阱。他是想在规则内光明正大的杀了你。比音律，行啊！既然你们这么急着给祖宗送终，甚至连棺材板都自己掀开了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今日我便给你们奏一曲万劫不复的送葬曲。愚蠢的华夏人，你上当了！哼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宇宙顶级文明的乐章。进取万鬼摄魂！头好痛，像是有人在脑子里用电钻钻孔。是精神污染，这根本不是音乐，这是诅咒，是邪术。苏晨处于音波中心，他承受的压力是我们的千百倍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就神志不清了吗？华夏的文人意志力如此薄弱，在我的 BGM 里，没有人能战胜我。你的灵魂将成为我秦夏的祭品。聒噪！大贤曹操如给予。小贤妾妾如私语。西巴，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妖术？妖术？这叫艺术。大猪小猪，落玉盘。就这，弹棉花都比你弹的好听，也配弹音律？我要你死！你毁了我的琴！我要祭献武魂，请魅神降临！用之俗粉，伤风败俗，简直脏了我的眼。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神韵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偷来的东西终究上不了台面，不管是衣服还是文化，下辈子做个人吧。哇！第2场音律对决，华夏国苏晨胜。热身结束了，下一个是谁？抓紧时间，我赶着回去吃饭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今日佐藤又是朴大师，
连华夏一个杂役都收拾不了，不能再给他展示的机会了。华夏的文化底蕴正在苏醒，必须扼杀在摇篮里。凯撒，下一场你上，不用讲什么骑士精神，不用单挑，直接动你的军团里耗死他，累死他。如你所愿，我的亡灵军团正好缺一个强大的东方灵魂做将。沉睡在冥河的勇士们，听从吾的召唤，为了罗马的荣耀，苏醒吧！这是作弊！这明明是单挑，为什么他能召唤军队啊？没用的，这就是亡灵天灾职业的恐怖之处。凯撒的召唤物是不死不灭的，打碎了还能重组，除非杀了他本人。但他躲在千军万马的保护下，苏晨只有一个人，累也累死了。天亡我华夏！华夏人，你很强，但在我的无穷大军面前，你只是蝼蚁。哼，你的诗词能杀100个，能杀1000个吗？颤抖吧，在绝望中投降吧！没酒了呀，这种大场面，没酒助兴怎么行？人多欺负人少。既然你们想比谁的骨头硬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华夏的脊梁，什么叫军魂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。潇潇雨歇，抬望眼。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杀了他！快，全军突击，把他剁成肉泥！30功名尘与土。8000里路云和月。没用，放弃吧！我的军团是不死的，你会立即而亡，成为我的收藏品。不死，好一个不死！那就吃到你们死绝为止。壮志饥餐，胡虏肉！耶！这怎么可能？发财，会是死灵？这不符合魔法定律啊！笑谈渴饮，匈奴血。还没完，我一个人杀蔡曼。出来吧，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收！耶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
够了，凡人的游戏结束了。华夏人触怒了神威，凯撒死了，威廉废了。既然规则压不住他，那就直接毁灭他。波塞冬，让你的侍从去给那个狂妄的华夏人一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是神的愤怒。哇！凡人，你竟敢屠戮我西方的信徒！吾奉海皇之命，赐你水刑！这还水？论完水，你们西方神明连给我华夏诗人提鞋都不配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春江潮水连海平。海上明月共潮生。这不可能！你夺取了海水的控制权。我是海神的侍从，这片海域听命于我，给我动起来，吞没它！海神，在华夏的月光面前，这海也就是个洗脚盆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别小看神，我是不朽的深海漩涡！绞杀他！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远何年初照人？这是时间法则，这首诗不仅仅是写景，更是在探讨宇宙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华夏文明的最高境界。用哲学意境干涉物理现实，只是降维打击。不可能，魔法只能操控元素，怎么可能操控时间？华夏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构造？神啊，我们到底惹了什么怪物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明月，望相似。在永恒面前，所谓的神明亦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尘埃。你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这月光是永恒的。不，我是神使，我不能死！波塞冬大人，救我！斜月沉沉藏海雾。下一个混账！他杀了赛人，用那种莫名其妙的文字，那根本不是魔法。冷静点，波塞冬，那不仅是文字，那个华夏人，他把意境变成了规则。他的力量源泉是演诵，每一次发动攻击，他都必须念出那些奇怪的咒语。既然如此，弱点就很明显了，只要封住他的嘴，他就只是个凡人。开启特殊模式，无声地狱，让暗夜精灵亡去。他是天生的刺客，在无声的黑暗中
他就是王。第4场特殊模式：深渊乱斗。本场比赛禁止一切光线，禁止一切声音，违规者直接被规则抹杀。无耻，太无耻了！禁止声音，这是针对，赤裸裸的针对。这是要把苏晨的手脚捆起来打呀！这种绝对的死寂，比死亡更让人恐惧。愚蠢的华夏人，欢迎来到我的领域。不能说话，你就只是待宰的羔羊。完了，苏晨看不见也听不见，这怎么打啊？这就是谋杀，西方神明太下作了。我并不急着杀你，而是慢慢的折磨你，在精神上先摧毁这个华夏的希望。恐惧吧，绝望吧，在无声的黑暗中死去，是你最好的归宿。放弃抵抗了吗？那就去死吧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光，这就是你们以为的绝境。只要我心是光明的，这世界便没有黑暗。无心即是宇宙，宇宙即是无心。心无外物，心无外力。唉，没希望，可惜了苏晨这么一个华夏传承的好苗子。顾老，你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传说中的浩然正气。谁告诉你华夏的文字非要用嘴念出来的？知行合一，我想，故我在。我说要有光，便有光。怪物，去死！定。雷。心魔引，勾起你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苏晨，大夏文脉不能断呐！什么时候凑齐了房贷，再收回房子吧。你救不了任何人，你只是个废物。放弃吧，你也想解脱，对吧？我山中贼易，我心中贼难。在阳明心学面前，你这点心魔，连灰尘都算不上。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心学？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不用说话也能发动攻击？这就是华夏的底蕴吗？该死！规则杀不死他，那就用纯粹的力量碾碎他。托儿，你去，不要用投影，直接本体降临。
把整个竞技场给我轰成渣！华夏虫子，你的戏法结束了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哲学都是狗屁。苏晨，认输吧，那是真神本体，不是投影，我们会死的。哼，你灭吧，雷神之怒！这种时候怎能无酒？以血代酒，祭我尸魂！赵克，满湖鹰，蜈蚣，霜雪明。什么？劈开了雷电？这不可能！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十不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赢了！哇！赢了，真的赢了，连神明都被斩于马下。托尔大人死了，这不可能，那是战无不胜的雷神啊！那个华夏人是魔鬼，连神都能杀，还有谁能挡住他？耻辱，这是神界的耻辱，竟然输给了一个凡人。那个华夏人的剑气太强，正面硬刚，不管是战士还是法师，恐怕都挡不住那10步一杀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阴的。凡人终究是凡人，肉体凡胎，只要直接攻击他的灵魂和生命本源，他必死无疑。你是说诅咒？不错，那是因果律的毒药无解，让他尝尝来自尼罗河底的法老王诅咒。好，下一场埃及出战，不惜一切代价弄死他。第5场，华夏国苏晨为爱似埃及神系祭司伊摩顿。愚蠢的东方人，你战胜了力量，但你战胜不了死亡。这是来自尼罗河底沉淀了1000年的怨念，是法老王的诅咒。天啊，苏晨的手，那是石斑马，好恶心！是因果律，法老王的诅咒。这不是魔法攻击，这是直接针对灵魂和生命本质的规则抹杀。只要被判定为生者，就会腐烂致死，不可逆。苏晨，快认输，你会化为一滩血水的。痛苦吗？绝望吗？你的肉体将背叛你。就这？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明手段，原来只是在皮囊上做文章。皮囊而已，何足挂齿？我华夏文人修的是一口气，练的是一颗心。只要心不死，气不灭，只剩臭皮囊，生了又何妨？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万重噬心。
既然你们玩阴的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浩然正气。天地有正气。杂然，复流行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愚人曰浩然，配乎赛苍冥。你的诅咒太脏了。啊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能量？没有魔法波动，却能净化一切负面状态。既然诅咒杀不死你，那就让死神亲自带走你，以我之血肉献祭冥界！献祭冥界！凡人，你的灵魂充满了变数。恭迎死神阿努比斯大人。冥界法典第1条：所有生者皆有罪孽。我要称量你的心脏，如果你的心脏比真理之语重，你就是有罪的。你的灵魂将被怪兽阿米特吞噬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这是必死之举，那是真理之语，几乎没有重量。而人心充满了七情六欲，贪嗔痴恨，怎么可能比羽毛还轻？这是神明的霸王条款，这根本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审判。加油！加油！献出你的心脏！凡人皆有罪，那是你们西方的规矩。我华夏文人，上不愧于天，下不作于地。想称，那就来称称看。这不可能！只要是人，就有私欲，就有重量。你的心为什么这么轻？因为这是赤子之心。文人的风骨重如泰山，可压垮脊梁；但文人的杂念轻如鸿毛，不染尘埃。你的天平撑得了一切罪孽，却撑不了我华夏的风骨。既然你审判不了我，那现在轮到我来审判你了。诡辩！我要撕碎你的灵魂！鬼？在我老家，有位爷可是专门吃这玩意的。钟馗。行，好大一只洋鬼！长得虽丑，但只是死气倒是精纯。大补，大补呀！放开我！我是死神，你怎么能碰得到我的灵体？死神？说什么呢？不就是大点儿的狗头鬼吗？俺吃的就是你！呸！这洋鬼子手有点柴，还塞牙，下次给俺换个嫩点的。还有玩鬼的吗？再来一打！
我家钟馗爷还没吃饱呢。怎么可能？阿努比斯被吃了，那可是死神呢！不仅是吃了，华夏召唤出的那个红袍神明，对所有灵体类生物有着绝对的规则压制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冥界体系在华夏面前彻底失效，不能再用蛮力，也不能用鬼神。华夏的规则太诡异，下一场我去。你？是的，我要用智慧和谋略，我要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兵法上，用绝对的算力击溃他们。第6场特殊模式战争沙盘，双方指挥同等数量的虚拟军队，步兵、骑兵、弓箭手各10万进行对战，直至一方主帅被斩首或全军覆没。野蛮的搏杀毫无意义，真正的战斗是智慧的艺术。华夏人，听说你们也懂兵法，但在神的绝对算力面前，你们的谋略不过是孩童的把戏。跟我比兵，小姑娘，你这是在关公面前耍大韬。这下麻烦了。雅典娜拥有超级计算机般的算力，她能计算出战场的每一种可能性，做到绝对的零失误。苏晨他懂兵法吗？这可是两码事啊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数据和计算的力量。你的每一步都在我的预测之中。投降吧，你赢不了。预测概率，兵者道也。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，你又怎么预测？气急如风，气虚如临。轻易如火，不动如山。警告！警告！敌方行为模式异常，无法解析。这不符合战斗逻辑。他为什么敢在劣势下分兵？这叫声东击西，这叫浑水摸鱼。记住，兵法不是做数学题，不是加减法，兵法是骗人的艺术。既然无法预测你的行动，那就用绝对的火力覆盖。只要你靠近，就会被射成筛子。我看你怎么骗！这么多箭，这不巧了吗？我家正缺柴火烧水。借你点东西用用。停止射击！他在消耗我们的弹药，那是假人！谢丞相啊，不，谢女神赠剑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还给你。加油！一个不留，全部清剿！等等，他的大本营空了，他太狂妄了，竟然把所有兵力都派出来追杀我，导致自己老巢防御为零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只要发动斩首行动，杀了苏晨，我就能翻盘。全军集结，绕过敌军主力，直插苏晨大本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明明占据绝对优势，为什么要把城门大开？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？分析概率，这是陷阱的概率为99.999%。他之前用了草船借箭，声东击西，这个华夏人满肚子都是坏水。如果我冲进去，
两边肯定埋伏了千军万马。咦，我这点人进去就是送死！右师方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，这绝对是诱敌深入的绝杀局。我被骗了，我是智慧女神，我代表绝对的理性，我居然被一个凡人用一张琴像捧弄！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这就是华夏的智慧。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苏晨，你是当之无愧的国士无双。规则压不住，力量打不过，连智慧都被碾压。看来单打独斗已经行不通了。传我神王令，联合北欧樱花国、天竺国，发动诸神黄昏计划。下一场我们不讲规则了，我们要群殴。发动诸神黄昏计划。第7场特殊模式：诸神黄昏无限制乱斗。自大意，这是犯规，这是赤裸裸的屠杀！西方神明还要不要脸了？没有规则了。西方联盟决定彻底抹除华夏，这就是神法。谁让那个华夏人不知天高地厚？苏晨只有一个人，他已经连战6场了，他会死的。这是死局，华夏完了。群殴，好啊，人多才热闹。既然你们想比人多，想比底蕴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华夏千古一帝。契约无一。与子同袍。黄鱼兴师，休我割毛，与子同仇。风大风！这是什么？泥土做的傀儡？数量再多也是蝼蚁，给我灭！蝼蚁，这是横扫六合、一统天下的虎狼之师。大秦瑞士已集结，恭迎始皇帝。恭迎陛下！朕统六国，天下归一。祝长城以镇九州龙脉，为我大秦护我社稷。朕在当守土开疆，扫平四夷。朕王亦将化身龙魂，护我华夏万世不衰。尔等蛮夷，胆敢犯我！凡人的皇帝也敢称神，这是对神权的挑衅！杀了他，发动诸神黄昏！起！在朕的领土上，神也得跪着。
黄土之内禁绝万法。什么？大风！大风！秦皇万岁！华夏万岁！这就是我们的祖龙啊，守护了华夏2000年的祖龙啊，哪怕生死魂灭，依然在守护这片土地。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，流血千里。杀！人！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人！后世子孙做得好，这万里江山，朕交给你守护了。华夏国胜！八个华夏欺人太甚，秦始皇毁了我们的神，献祭我国100年国运，献祭千万子民的信仰，恭请高天元主宰，天照大御神驾临，烧死那个华夏人，烧死他们！第8场华夏国苏臣 vs 樱花国天照大御神。光照之地皆为神，卑微的虫子竟敢亵渎神威，在太阳的怒火中化为灰烬吧！太热了，这就是太阳神吗？10个太阳，这怎么打？这是环境规则，天照把竞技场变成了恒星表面，苏晨坚持不了多久的。玩火还10个？你们樱花国的文化是不是都抄我们《山海经》呢？连挨打的姿势都一模一样。既然你们不长记性，那我就帮你们回忆回忆，什么叫一等叫后羿恐惧。为我雕弓如满月。显化上天狼。留你一个射得地球照。滚！华夏国胜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看来只能斗到最后的底牌了。你们主题了吗？初一降下神谕，凡人不可直视神言，但神罚将至，开启天堂之门，发动大审判，净化一切异端。你有罪，华夏有罪，这是最后的审判，所有异端将在圣光中净化。这种级别的攻击已经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了，哪怕是秦始皇再生，也挡不住这100万神军的合击。真烦啊！打了小的来老的，打了老的来一群。你们西方神界是不是搞批发市场的？数量多就有用吗？对付这种满天乱飞的苍蝇，还是得让他来。怎么，你想用这根针给我塞牙缝吗？可笑的异端！
这大圣，此去欲何？踏南天，碎凌霄，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俺老孙来也！法天象地！魔鬼，这是魔鬼！快攻击，净化他！吵死！是俺老孙一棒！呀！呀！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上界军团，还没那10万天兵天将呢。华夏国完胜。没酒了。苏晨，西方神剑被打穿了，我们赢了！哇！输了，彻底输了。现在华夏的规则在这个世界压着我们，那就换一种规则。是说那个契约不行，那是引狼入室，所有神都会被吞掉。只要能毁掉华夏，奥林匹斯山可以烧成灰烬。开启深渊界门，恭请域外尊主降临。警告：检测到非法入侵，检测到未知位面坐标，规则正在被改写。第9场特殊挑战赛开启。鹰战方深渊位面，据我行政。装神弄鬼，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孤魂野鬼，先吃我一剑！这怎么办了？苏晨，你没事吧？在我的领域规则，所有声音介质被彻底落除，绝对静默，只有我的脑波声音可以听到。凡依赖银线咒语之文明，战力归零。愚蠢的华夏人，不是言出法随吗？没了言，你们连狗都不如。死定了！这怎么办？太可怕了！站起来，快跑！认输啊！李白呢？杜甫呢？华夏文明就是垃圾，只要割了舌头，就是一具废物。这怎么办了？不能说话就输了吗？不对，在语言诞生之前，我们以此计时。
谁规定诗一定要念出来的？你也会一国术心。书法之道，颜真卿记之文稿。用眼睛看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惊雷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是书法，那是书写规则。哪怕没有声音，汉字本身就是力量。贼臣不救，孤城为逼，夫献子死，丑妻卵妇。这种恨，这种痛，不需要声音，震碎肝胆。书法之道，颜真卿记之文稿，借我满腔悲愤，化作杀人利刃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力量居然无法分解！不，这不是灵力，而是情绪。还不够，还不够痛快！脱帽露顶王宫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，给我杀！这怎么可能？苏晨，声音回来了！好！物理切割无效。监测到威胁源情绪与思维，执行五感剥夺。视觉剥夺，触觉剥夺，你将感觉不到任何东西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思维迟滞。好重，思考并无比艰难。是精神攻击，他在切断苏晨和现实世界的联系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好困，好想睡。不对，如果我睡了，华夏怎么办？如果我看不见、听不见、摸不着，我就不存在了吗？不！剥夺我的眼睛，以为我就看不见光明；剥夺我的耳朵，以为我就听不见大道。错，大错特错！心即离也，心无外物，心无外物，心外无理。只要我心向光明，这世界便没有黑暗。破山中贼易，心中贼难。今日便破了这心中贼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此心光明，亦有何言？好！真好听。
苏晨，快休息，抓紧时间调息。那帮家伙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心血意志坚定，很好。那我们就从认知上毁掉他。起招！欢迎来到真理马戏团，我是你们的团长，也是你们的真理。在这里，我说是一，绝不是二；我说黑，绝不是白。又来个装神弄鬼的！不管你是马戏团还是神经病，我赶时间。哎呀呀！怎么能拿剑指着艺术家呢？这不礼貌！而且你手里拿的明明是一根香蕉呀！规则篡改，指鹿为马。啊，这是妖术，不是幻术。太娥剑真的变成了香蕉。这是修改现实。既然手里拿着香蕉，那你肯定不是人，你是猴子。对，你就是一只猴子。因果律，强行定义。这就是华夏的救世主，一只猴子，太适合他了。来，小猴子，给观众老爷们翻个跟头。跳啊叫啊，怎么不念诗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忘了猴子的声带只能发出吱吱声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看看这只华夏神猴会不会剥香蕉。不是幻术，是定义。他定义了苏晨是只猴子，除非苏晨能证明自己不是猴子，这是死循环啊！指鹿为马，跟我名实之辩，大概不知道，早在2000年前，我华夏就有个专门这就是抬杠的祖师爷。哦，呀，猴子还能变戏法儿？召唤个骑马的书生帮你剥香蕉吗？你说我是猴子？你有毛有尾巴，会吱吱叫，你就是猴子。事实胜于雄辩。事实？好，那我问你，白马是马吗？废话，白马当然是马。错，大错特错。马者，所以命形也；白者，所以命色也。白马乃是形加色，而马仅仅是形，命色者非命形也，故曰白马非马。概念切割。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诡辩，这和你是猴子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我是猴子，猴子者命生理特征也，苏晨者命本我意识也。我现在虽有猴子之形，但我有苏晨之心，有形而无神。正如白马之有色，既然白马非马，那么猴形之苏晨并非猴子。哇吼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的定义是绝对的，我的权柄逻辑悖论。只有弱者才会被别人定义，强者只定义规则。
现在轮到我来定义你了。你叫欺诈小丑，欺诈意味着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小丑意味着你只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演员。既然你说的话是假的，那你刚才的一切换装、变身、领域，全是假的。既然你是演员，那这擂台便不是战场，而是你的坟墓。第一不了你，那我就第一这个世界。在这个领域里，我就是规矩。我说火是冰，它就是冰；我说天是地，它就是地。深渊权柄，法则篡改。重力反转。元素逆乱。这是混乱，纯粹的混乱。苏晨在跟一个疯掉的宇宙战斗。在没有逻辑的世界里，看你怎么用逻辑，看你怎么念。火必须热，水必须湿，天必须在上，地必须在下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谁定的规矩？我就是规矩。这里是混乱乐园，没有规矩。没有规矩，那就给你立个规矩：无法无天，该当何罪？法不阿贵，神不讨取。第一条，重力归位。第二条，五行归序：火者，热也；冰者，寒也。违令者，斩。我是混乱的化身，你不能限制我，哪怕是神王也不能命令我。神王，在法面前，天子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你？你也闹够了，去牢里学学规矩，划定为牢。苏晨，我是顾老啊，快放开我！你帮错人了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顾老啊。儿，我是妈妈，你要杀妈妈吗？还要演吗？欺诈的本质是利用人的感官，只要我有眼睛，就会被你迷惑；只要我有耳朵，的确会被你干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有请一位不看不听不想的战神来送你上路。刑天五干七。我是你的主人，我是皇帝，跪下！说！我不甘心，我是概念神，我是不死的，哪怕劈碎了我也能重组。哥哈！多谢前辈助阵，梦之谷常在，刑天五干七，这份不屈，晚辈受教了。白发。石墨，我正在变成画。
bingo，答对了。生命太吵闹，太立体了，只有变成平面的画，才是永恒的艺术。深渊权柄2项帛尾降为泼墨。那是什么？苏晨变成纸片人了，这是降维打击。现在苏晨就是个可以被随意涂改的涂鸦。画师大人，擦掉它，把这个污点从画布上擦掉，让它彻底消失。小纸人，你的线条太乱，让我帮你修整一下。接下来擦掉你的手，还是你的疼呢？哎呀，你的眼神我很不喜欢，那就先擦掉你的眼睛吧。画，墨水，画师。但是你大概不知道，我华夏才是水墨画的祖宗。墨水自己在动，这是死物，怎么可能违背我的意志？死物，在我华夏，画从来都是活着。以神御气，以其御笔，神笔瓦良。放手！作品怎么能反抗创作者？创作者，你只是个匠人，而我画龙点睛。还不把他拉进来？这里缺个端茶倒水的背景板。龙，多俗气的造型，太写实了，太匠气了。艺术应该是混乱，是不可名状。深渊权柄抽象污染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狂乱的美学，别把你们这所谓的5000年文明都改成一团废纸。太恶心了，这是对审美的凌迟。他在用丑去污染美，整个华夏文明的画卷都会被他涂改成垃圾。把丑陋当个性，把混乱当艺术，你以为涂满了颜色就是画？你用乱涂乱画来毁灭世界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锦绣河山。千里江山图。呀，不，这是2维世界，为什么会有重量？这幅画里装了一个世界。这里面装的是华夏的万里河山，就凭你那几笔粉画符，也想承载5000年的重量？哇，太棒了！检测到高能文明波动，清楚取其启动。我是文明的收割者，是历史的橡皮擦。你们所谓的历史断层，不过是我的一顿午餐。怎么回事？大圣的力量消失了。神话依托于传说，传说依托于语言。当语言失去了意义，
神明便不复存在。规则降临，概念图谱。爸爸妈妈，我回归虚无吧，虫子。我就要死了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干什么？文明的起源不是华丽的辞藻，而是记录。只要我还能记录，文明就不会断绝。想要抹除我们的存在，做梦！是。这是规则的创造。月，山，川，人。仅仅是造字还不够，必须彻底打破这个囚笼。混沌未分，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自古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，清浊变，给我开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们华夏人的骨子里，就是要把天捅个窟窿。你也毁了这个世界，大家一起死吧！死？问过我妈了吗？炼石补天，女娲娘娘，请法驾！这就是创世神吗？比上帝还要伟大！盘古开天，女娲补天，这是我们华夏的创世神话啊！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自冀东来3万里。人法地，地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这就是道吗？比神力更高级的存在，我们说的不远。
伟大的苏晨阁下，不，文圣大人，我们输了。我们耀国愿意无条件投降，愿意割让土地，愿意进贡。求您别抹杀我们的文明。我们愿意归还所有侵占的文物，承认华夏是宗主国，废除日语，改学汉语，求文圣大人开恩。割地进贡，那是你们野蛮人的规矩。从今天起，万界国运擂台取消。我不稀罕你们的臣服，也不需要你们的进贡。想要在这个新世界生存下去，那就去学汉字吧。学会了是你们的造化，学不会，那就是天道淘汰。跟我读，一一得一，有得到。错，是一，平声。再读不对，今晚不许吃饭。太难了，这比禁咒还难啊！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不足，今天下3分。写错了。苏晨啊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。万国来朝，文脉昌盛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。我这把老骨头，这下是真的死也瞑目。说什么死不死的，您可是文道泰斗，还得帮我看着这帮兔崽子呢。再说了，我那几坛好酒，您舍得不喝？老了，真的干不动了。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。拿着。顾老，这……从今天起，你是院长，别推辞。你是众望所归。定不负所托。系统，开启华夏文明图书馆最终权限。历史投影，具象化。归来吧，这是个风尘仆仆的文明。赵克曼胡鹰，吴钩双雪鸣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各位前辈，看见了吗？这盛世，如你们所愿。检测到 S 型文明波段，坐标锁定银河系。
猎户玄冰。这股力量是传说中的原初文字，居然在一个低等碳基星球上复苏了，有趣。传令，惊仙剑充能，目标地球。这一次，我要把他们的文明连同星球交给。风又起了。